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大会新闻中心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并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两会期间再次同各位见面。我听说各位很早就到了现场，我对大家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当前世界格局正在深刻变革，人类社会遭遇多重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20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0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担当，也是我们的追求和目标。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现在请大家开始提问。Thank you. The floor is now open for questions. 请北区第4排第一位男士，谢谢。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过去1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您认为去年中国外交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有哪些？去年年底呢，举行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那么，您能否透露一下，今年中国外交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中国外交会在哪些方面更有作为？谢谢。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Foreign Minister Wang, could you talk us through China's most impressive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year?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uld enter a new stage where much more could be accomplished.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highlights we could expect in the year ahead, and in what areas of its diplomacy will China seek to accomplish more? 2023年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更是收获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为促进国际团结合作采取中国行动，为化解各种危机挑战提供中国方案，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走出中国贡献，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1年来，习近平主席主持2大主场外交，出席3场多边峰会，开展4次重要出访，还举行了100多场重要的会见通话。元首外交在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亚地区和中南半岛实现了全覆盖。中国同非洲、中国同东盟、中国同阿拉伯以及中国同拉美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新成果。我们成功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实现金砖历史性扩员，开启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篇章。我们促成沙特、伊朗
历史性和解，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坚持政治解决所有的热点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强权霸凌行径，有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坚守外交为民，永不停步，大力服务国家的发展稳定大局。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形成了新征程上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有作为的新局面。我们将更加自信自立，锻造中国外交的品格。要始终把国家发展振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将更加开放包容，展现中国外交的胸怀。要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不同文明互尊互鉴，保持大国关系稳定，同周边国家携手共进，与南方国家共谋振兴。我们将主持公道正义，亮明中国外交的风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上，旗帜更鲜明，铁肩担道义，要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将推动合作共赢，坚守中国外交的追求，要坚定走团结合作的人间正道，积极为解决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公共产品，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谢谢。请继续提问。中区第6排左起第一位，今日俄罗斯阿塞。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这些年来，双边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您看来，在当前国际关系全球转型的条件下，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发掘俄中合作的潜力？谢谢。Rossiya Savotnia and Sputnik. This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grown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in recent years. Given the ongoing global tran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Russia-China cooperation?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着高水平的运行，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优势互补，民间交往热情高涨。去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已经提前完成了2000亿美元的既定的目标。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汽车行驶在俄罗斯的大街小巷，这充分体现了两国互利合作的强大的韧性和广阔的前景。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这是双方基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
更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双方我们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当今世界，霸权不得人心，分裂没有前途。大国不应对抗，冷战不能重来。中俄关系顺应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今年中俄关系将迎来建交75周年，我们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中俄文化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进一步培育合作的新动能，不断夯实两国人民的友好基础。俄罗斯今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而中方呢，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接任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双方将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提问，谢谢。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我是人民日报社记者。中央外事工作会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与不少国家宣布共建命运共同体。请问外长，您如何看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谢谢。People's Daily.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hina's lofty goal in conducting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nnounced it would strive for that goal together with quite a number of countries. How do you see the prospec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乘坐在同一条大船上，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全球性的挑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化、地缘和制度等方面的分歧，共同呵护好、建设好这个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星球。这一重要理念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宽阔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世界情怀，突破了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道义高地，也汇聚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头，为人类向何处去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引领当今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追求的崇高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春华秋实，实在有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的愿景转化为实践的成果，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看到，从双边到多边，
从区域到全球，从卫生健康到网络、海洋，中国已经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写入了联大决议以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决议和宣言。这些年国际形势的演变一再表明，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现实。而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则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意识到，人类的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的未来需要大家来共同创造。我们愿意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谢谢。请继续提问。中区第3排右旗第2位，彭博社 Murphy。Thank you. So, a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After last year's meeting in San Francisco, China and the US agreed to jointly manage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Since then, the U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ts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restrictions. My question is, how does China think this trend will change in the next 1 to 2 years? And how does China plan to respond to this? Thank you. 彭博社，自去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就共同处理分歧、推进互利合作达成了共识，但美方仍持续对华增加贸易和科技限制。中方认为，未来1至2年间，这一趋势是否会有所转变？中方将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人类和世界的前途。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始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关系。我们的立场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具体而言，相互尊重是前提，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同，只有尊重和认可差异，两国的交往才可持续。和平共处是底线，像中美这样的2个大国发生冲突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合作共赢是目标，因为中美我们携起手来，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发展轨道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方向。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立场。拜登总统重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表示呢，美国乐见中国发展富裕，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我们看到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完全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
仍在延续，美方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在不断的延长，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最终必将害了自己。所以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始终愿意同美方加强对话沟通，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相信，双方完全可以找出一条两个不同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北区第3排第4位这位女士，谢谢。外长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国际上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当今国际秩序未能反映或适应国际现实力量变化。中方提出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张，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您能否就中方倡导的全球治理方案做进一步阐释？谢谢。Xinhua News Agency.Many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fails to reflect and adapt to the shifting power dynamics of the world. China's proposal to build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a universally beneficial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you further elaborate on China's sol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各方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极化和全球化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方的主张是，应当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多极化呢，就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所谓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3、6、9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的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有序的多极化就是要共同恪守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使，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开展合作。
普惠的全球化，就是要做大并且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好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的失衡问题，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的繁荣。包容的全球化呢，就是要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要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朝着各国人民期待的正确方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迈进。谢谢。好，请继续提问。请南区第一排右手第2位这位埃及记者提问。Thank you, Mr. President Wang. Mr. Minister Wang, thank you. I'm Ahmed Mohammed from Egyptian television. I working as a reporter and announcer in Nile News television. It's a governmental television in Cairo. From my observing on ground when covering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on the border with Gaza, I found the people suffering from hunger, stress, and the loss of all of safe livelihood. And another scenes of a large amount of humanitarian aid waiting daily to enter to Gaza. So, how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 protection necessary for Palestinian people? And we know Chinese just position on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has been recommended by Arab countries. What will be the way out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What role will China play to this end? Thank you. 埃及尼罗河电视台，王外长您好，在实地采访中，我发现加沙人民遭受饥饿，生计无着，每天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进入加沙。国际社会如何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必要保护？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赞赏。结束巴以冲突的未来出路是什么？中国还将为此发挥什么作用？你代表阿拉伯国家提这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必要。本轮的巴以冲突已经造成10万多平民伤亡，还有不知多少无辜的民众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生命没有贵贱之别，不能以种族、宗教划分。21世纪的今天，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文明的耻辱。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确保人道救援作为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加沙民众有权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妇女儿童也应该得到亲人们的呵护，所有被扣押人员都应该得到释放，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都应该被制止。加沙这场浩劫再次提醒世人，巴勒斯坦领土长期被占领的事实不能再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夙愿不能再回避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不能再世代延续，迟迟不予纠正。只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以公道，
全面落实两国方案，才能彻底走出巴以冲突的恶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各种极端思潮的土壤，也才能真正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碍。我们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有权威、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主张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和谐共存。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和平奔走，为挽救生命努力，为匡扶正义担当。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过去1年来，中国先后为推动沙特和伊朗复交、缓和缅北局势、促进伊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采取了外交斡旋行动。这些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效也非常的显著，得到了有关方面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有不少人都说，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国才能做到。我们想问一下您，中国斡旋外交有何成功之道？谢谢。Beijing Youth Daily.Over the past year, China mediated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the de-escalation in northern Myanma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ran-Pakistan relations. These diplomatic efforts were quite effective and were highly commended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ny say that only China is capable of doing that.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makes China's mediation successful?建设性的参与解决国际热点，这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应尽责任。我们注重从国际实践当中来总结经验，从中华文化中来汲取智慧。我们确实在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我认为4个坚持至关重要。首先，还是要坚持不干涉内政。中方一直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根据当事国的需要和他的愿望，按照联合国的宪章来发挥我们的斡旋作用。第二是坚持政治解决，面对矛盾和争端，不能动辄使用武力，更不能迷信施压制裁。还是要以最大的耐心来推动对话协商，找到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的公约数。在所有的热点问题上，我们都愿意劝和促谈，我们从不火上浇油。第三呢，就是要坚持客观公正，我们始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搞双重标准，也不拿偏架，我们更不谋求地缘私利。各国人民心中有一杆秤，有了公信力，才有影响力。第四呢，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重视推动热点问题尽快降温，防止升级外溢，也要系统的、辩证的分析根源，综合施策，化解矛盾，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更不能短视功利，内病外治。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和平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将与各国一道，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架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谢谢。
好，请继续提问。请北区第2排左起第2位，西班牙埃菲社 Lorena。Good morning, Lorena Cantor from FA News Agency, Spain. Mr. Wang,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seemed to slightly improve during last yea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tensions. So, what are China's expectations towards it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in the forthcoming months? And also, why do you think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so far avoided joi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ank you. 西班牙埃菲社，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去年有所改善，中国对欧洲有何期待？中方怎么看待有关欧洲国家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去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各层级的交流对话全面的重启。中欧班列开行了1.7万列。连接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市，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构筑起一条安全畅通的产供链的生命线。中方还给予欧洲很多国家免签待遇，便利了双方的人员和经贸的往来。你提到“一带一路”，实际上，中欧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匈塞铁路，比如说希腊的比莱夫斯港，再比如说克罗地亚的跨海大桥等等，这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的项目。我记得几年前，一份欧盟的政策文件，给中国同时贴上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3种标签。但是事实证明这种3重定位并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行，反而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就好比一辆汽车开到了十字路口，红灯、绿灯、黄灯同时亮起来了，那这车还怎么开呢？事实上，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我们希望中欧关系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一个强大的欧洲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样，一个强大的中国也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欧洲我们应该共同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开放发展的倡导者，文明对话的推动者。我们还是这个观点，放眼全球，只要中欧互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只要中欧开放共赢，逆全球化就不会得势。谢谢。好，请继续提问。请中区第1排中间位置，联合早报杨丹旭。谢谢主持人，王毅外长您好，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问。台湾选举结束后，外界担忧台海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的升级，并将冲击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您认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否变得更加暗淡了？您如何看待目前台海的局势？各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谢谢。联合早报。Following the elections in the Taiwan region, there have been concerns that tensions will further ris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ake a toll o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Do you think that the prospect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s diminishing? What is your tak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
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海峡两岸骨肉相连，民族根脉不可分离。所有炎黄子孙，所有龙的传人，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共同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4排举手的第2位女士是。谢谢主持人。王外长你好，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去年中国周边外交以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拉开帷幕，以中国越南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圆满收官，可以说是红红火火，风生水起。外界认为这是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在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请问您对今年周边外交有何展望？ Global Times.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2023 began with a successful China-Central Asia summit and concluded on a high note with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at carrie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t was indeed a busy and fruitful year. Many believe that this shows China's pursuit of neighborhood diplomacy featuring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has taken root and come to fruition. How do you envision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this year? 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同周边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亚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把这个家园建设好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心愿。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中国同周边国家已经开创了睦邻友好的新局面，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亚洲相处之道。我们坚持与邻为善，尊重彼此的核心重大关切，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增进人民的相知相亲，使睦邻友好深入人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落地生根。我们坚持以诚相待，倡导求同存异，照顾彼此的舒适度。通过真诚沟通来增进理解信任，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摩擦，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共同书写同甘共苦的邻里的佳话。我们坚持互惠互利，发挥互补的优势，助力彼此的发展振兴。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马的
两国双园，还有中国印尼的雅万铁路，一大批合作项目在加快着区域的增长。我们坚持开放包容，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积极参与东亚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推动中日韩合作走深走实。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今年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5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贡献了东方智慧。70年过去了，5项原则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我们愿意同周边国家一道，从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通向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和平继续做出亚洲的贡献，为全球的增长继续提供亚洲的动力。谢谢。请继续提问。请南区第4排中间位置 ，Sean。Good day, Mr. Minister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I'm from CGTN. I'm curious, the Ukraine crisis now has dragged on more than 2 years, and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just last week, you talked about, or last month rather, you talked about all China has done to promote peace, but at the same time saying the conditions are not right to move forward with peace talks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n do you think conditions will be right, and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to continue this pursuit for peace? Thank you. 中国国际电视台，乌克兰危机已持续2年有余。上月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曾表示，中方所做的一切就是劝和促谈，现在回到谈判桌前的条件还不成熟。您认为条件何时才算成熟？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亲自同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各国领导人深入沟通，中方专门就此发表了立场文件，多次派出我们的特使穿梭斡旋，至今仍然在访问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止战和谈铺路架桥。确实，前不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会带来多输的局面，愿意创造条件来探索可靠的解决出路。历史经验证明冲突如果延宕不止，往往会恶化升级，甚至超出当事方的设想。和谈如果无法开启，误解、误判就会积累叠加，进而酿成更大的危机。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汲取的。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桌，早一点谈起来，和平就早一天到来。只要各方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只要妥善解决好各方的合理的关切，我认为欧洲就能够真正建立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这是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
我们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我们也为此继续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南区第3排第3位女士，谢谢。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中新社记者提问。那我们想了解中国外交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呢，就是外界有一些声音，或是担忧中国的营商环境，甚至是唱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我们想了解对此您有哪些回应？谢谢。China News Service. How will China's diplomacy better ser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me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 pessimistic view on its economic prospect. What is your response? 其实昨天中国的很多位的部长就在这里回答了有关的提问了。那我也想那么回答一下记者刚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1/3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几个新的趋势。首先，中国的发展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还有质的有效提升。我们看到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转型成果斐然，社会预期稳步改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其次，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向全球展开，新需求、新业态爆发式的出现，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的空间都在迅速的拓展。第三，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中国关税的总水平已经降到同世贸组织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到31项以下，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服务业的开放在加速推进，外商投资收益率仍然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离不开中国。唱衰中国必将反噬自身，误判中国就将错失机遇。经济外交也是对外工作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将继续推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举措，包括更多的支付的便利。我愿意告诉大家，从3月14日起，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实行免签政策。我们希望更多国家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的便利，我们共同来打造跨境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我们还将组织更多的驻华使节地方行，为地方企业开放合作搭建更多的桥梁。我们愿意配合主管部门，推动商签更多的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维护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的稳定畅通。我们还将合力办好进口博览会、服务贸易博览会、消费品博览会、供应链博览会等多边的国际的合作平台，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各国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带来更稳定预期、更长远的利好。谢谢。好，请继续提问。北区第1排左起第4位，印第安塔拉通讯社 Deska。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ntara Indonesia National News Agency. In July 2023, China an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greed to foster the negotiation for a binding code of conduct for South China Sea. But regarding this kind of situation currently, is China still optimistic for the negotiation? And if so, what does China offer for more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in South China Sea? Thank you.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2023年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一致同意推动谈判，推进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为营造南海和平和谐环境，中方将在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提出什么方案？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作，南沙诸岛早已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的领土。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也是最自由的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干扰或者阻碍。所以环顾当今动荡的世界，南海保持着和平稳定，这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诸为不易，弥足珍惜。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2个坚持。存在的争议，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妥善的管控解决，而海上的和平呢，坚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来予以维护。这也是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核心要义。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着高度克制。我们主张本着睦邻友好精神，尊重历史和法理事实，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允许善意被滥用，不接受海洋法被歪曲。对蓄意侵权，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或者是肇事方。关于维护南海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都要继续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 DOC， 同时呢，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也就是 COC。我们要设立更加富有效力和实质内容，符合包括海洋法在内国际法的地区规则。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之下，准则已经成功地完成了2读，现在已经启动了按文的3读程序。我们愿意同东盟国家一起努力，争取早日达成这个准则，切实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3排第2位女士。谢谢。好，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的记者。我们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问题，最近国际社会也非常关注。那很多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方案。我们也关注到，此前中国也提出了关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想请问中方认为，如何才能够保障人工智能它是真正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去发展？那另外呢，中方对于大国之间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有什么立场？谢谢。Phoenix TV.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osely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ne after another, proposals were introduced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China also proposed its Global AI Governance Initiative.
In China's view, what should be done to ensure that AI develops in a way that is truly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hat is China's position on cooperation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on AI? 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的主张是，发展和安全并重，既要拥抱新事物、新机遇，也要装好刹车再上路，共同来推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去年10月份，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倡议，清楚地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主张。我们关注的主要是3个确保：一是确保有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应该符合人类的伦理规范，符合国际法规则，符合人类进步文明的方向。第二是确保安全，人工智能应当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不断提高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为此呢，要建立各种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第三是要确保公平，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构，各国都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受益。我还要强调的是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国对同各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我们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迄今，中国已经同一些国家建立了这方面的对话机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重要，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将适时向联大提交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的决议草案，以此来促进各方加强技术共享，努力弥合智能鸿沟，不让任何国家掉队。谢谢。好，请继续提问。请中区第4排中间位置坦桑尼亚的这个记者提问。Thank you. From Zanzibar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Chinese senior officials regular visit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visiting in January,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make their first overseas trip to Afric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so what will China do to consolidate it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s well, I noticed senior officials from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lso paid frequent visits to Africa in recent years. How does China look at these trips, and China's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etition from the Western relation with Africa? Thank you. 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广播电视台。近年来，中国高官频繁访问非洲，就包括中国外长今年1月访非，延续了中国外长每年首访必到非洲的传统。中方打算如何巩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官近年来密集访非，请问中方如何看待这些访问？是否担心中非关系面临来自西方的竞争？确实，中国外长每年首访一定要到非洲去，这是我们的外交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呢，已经坚持了34年，在国际交往史中独一无二。为什么？因为中国和非洲，我们是肝胆相照、命运与共的兄弟。我们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在发展振兴道路上守望相助，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到底。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引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的蛋糕越走越大，中非民众的心越走越近。当前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非洲国家正在经历新的觉醒，外部强加的模式并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非洲需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要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将继续同非洲兄弟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支持非洲获得思想上、观念上真正的独立。我们愿意帮助非洲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历来主张非洲不应该被边缘化。在中非合作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其他大国也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非洲，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像中国一样加大对非投入，那么更加重视非洲，同时呢，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非洲的发展。我们也愿意在尊重非洲的意愿和基础上，开展更多的三方合作，还有多方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的新一届会议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举行，届时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将时隔9年再次聚首北京，共商未来发展合作大计，也会深入的交流治国理政的经验。我相信中非双方将通过这次峰会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团结协作，为加快中非的共同发展开辟新境界，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来开启新的篇章。谢谢。好，谢谢。请继续提问，请南区第5排靠中间走廊 KBS 金文婷。谢谢。韩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政府阐明了坚持维护和平稳定，坚持实现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3大原则。中国政府仍坚持这3大原则吗？另外，近期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对此中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谢谢。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China has stated the 3 principles of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denuclearization, and settlement through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Are these still the posi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ently, tensions have been ris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re does China see a way out of it? 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病根是清楚的，那就是冷战残余犹存，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那么药方也是现成的，那就是中方提出的双轨并进的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这个原则。当前半岛局势日趋紧张，这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应该再次生战生乱。谁要借半岛问题开冷战对抗的倒车，就要承担历史责任。谁要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所有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致力于半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当务之急
是停止威慑施压，摆脱轮番升级的对抗螺旋。根本之道是重启和平谈判，解决各方，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中区第6排第1位女士举手的这位女士，谢谢。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当前呢，全球性的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联合国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呢，有一些大国企图绕开联合国来组建自己的小圈子，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造成冲击。那么今年呢，联合国将会召开未来峰会，那么明年呢，也将会迎来联合国成立80周年。所以我们想请问外长，如何来看待联合国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对于联合国的发展和改革又有怎样的主张？谢谢。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With global challenges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oo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lay a bigger role. But some major countries try to bypass the UN and form all sorts of small circles, which undermines the UN-centered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UN will hold the Summit of the Future this year and celebrate its 8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How does China see the role of the U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what are China's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 中方始终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自行其事，另搞一套。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一再警示我们，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的地位必须维护，不能取代。联合国成立70多年来，经历了各种风雨，遭遇到强权政治的冲击，但仍然是当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机制，也是广大中小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我们也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第2大会费国，也是第2大维和出资国。面对发展赤字，我们积极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对气候威胁，我们支持联合国应对起点国际合作，将用历史上最短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同时，我们认为联合国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实，尤其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认为大国尤其要承担起责任，推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更好的履职尽责，更有效的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的行动。中方支持联合国举办未来峰会，达成各方都有益的、都受益的未来契约。我们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联合国不断发展完善，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有效行动为导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谢谢。请继续提问，请北区第6排巴基斯坦通讯社24+2。
I represent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ny countries have felt the tangible benefits from the initiative. Last year, China held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grand event indeed. Even some Western media note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ars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ould you share the outlook for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stage? Thank you.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很多国家都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去年，中国举办了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甚至一些西方媒体也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价值更加突出。您对下阶段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展望？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年多来，确实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当然，“一带一路”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了中方下一步要采取的8项行动，这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传承丝路精神，落实论坛成果，开启共建“一带一路”的第2个金色10年。我们将推动硬联通提质升级，进一步的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海陆空一体化的全球基础设施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我们还将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深耕绿色丝绸之路，合力应对各种新型的挑战。我们将推动软联通走深走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守开放、绿色、廉洁的理念，锚定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向，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同各方的发展战略对接，统筹好标志性项目和小而美的项目，积极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要让“一带一路”更好成为大家的机遇、共享的机遇、持久的机遇。我们还将推动新联通日益深入，大力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对话，大力支持各国民间的和地方的交往，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让丝路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我们期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发动机，成为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加速器。谢谢。好，请继续提问。请南区第6排左起第4位，古巴拉通社。Thank you. Good morning. Prensa Latina News Agency. Minister, the strength of the Global South grew significantly last year. Cuba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summit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while the BRICS mechanism achieved historic expansion. Some Western media outlets a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rising Global South is challeng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led by the West.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hat is China's comment on this matter? Thank you. 古巴拉美通讯社，去年全球南方力量显著增长，古巴成功举办了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金砖机制实现了历史性扩员。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金砖国家发展壮大，是维护和平力量的增强，是世界正义阵线的扩大，不应该被视为什么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金砖扩员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体现。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提升到40%以上，正在深刻地改写世界经济的版图。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底色，团结自强是全球南方的传统。全球南方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也是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中国，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我们始终同所有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今年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丰收年，也是亚非拉合作的一个新起点。因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将迎来20周年，中国同拉共体的论坛呢，已经建立10年。特别是新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于今年秋天在中国举行。中方期待同各方共襄盛会，不断汇聚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南方力量。我们也支持俄罗斯办好扩员之后的大金砖的峰会，支持巴西、秘鲁分别举办20国集团的峰会，还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共同点亮全球治理的南方时刻。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北区第一排第2位男士，谢谢。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我是中国日报记者。中国日报客户端呢，在两会前再次向网友征集了一些他们关注的外交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之外呢，他们关注到去年中国在苏丹紧急撤离行动中，安全地撤出了1500多名的中国公民。那么他们还注意到了实施了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推出了中国领事小程序等等。那么网友想请问外长，今年外交部在外交为民方面还有哪些新的举措？谢谢。China Daily. Our netizens noted that last year, more than 1,500 Chinese nationals were evacuated from Sudan and returned to safety in China. The regulations on consular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was put into action, and the China Consular Affairs mini program was launche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this year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terms of diplomacy for the people? 我首先感谢广大网民对中国外交的关心和支持。我愿意回答网民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过去这1年啊，世界局势变乱交织，但是党中央时时放心不下广大海外同胞的安危。1年来，外交部和我们驻外使领馆全力以赴，把党中央的温暖及时传递给每一位海外的同胞。我们加强海外领保的力度，处理了各类案件8万多起，发布提醒预警6000多条。我们先后从苏丹、从巴以等地紧急撤离了数千名中国公民。我们全力守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持续优化中国领事 APP 的功能。12308热线全年受理求助来电53万多通。我们进一步提高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同
新马泰等20多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签证。我们还出台首部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条例，进一步提高领保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外交为民，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年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大事：一是全力打造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加强预防性领保宣传和安全风险预警，进一步优化12318热线，建设高效、闭环、全链条的领保服务平台。二是要打造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持续扩容中国免签的朋友圈，同更多国家达成形式多样的多年多次的签证安排。三是不断提高线上线下领事服务的水平，优化升级中国领事 APP， 打造驻外使领馆的智慧领事大厅，为海外中国同胞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领事服务。我再次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为人民服务，让同胞满意，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谢谢。谢谢。因时间关系，现在请提最后一个问题。Thank you. In the interest of time, we will now take the last question. 请中区第5排靠右边走廊，中央卫视方浩明。谢谢主持人，王外长你好。过去1年，中国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人希望了解更多中国故事，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外交官的积极努力。请问王外长，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亮点和重点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有何重要意义？外国记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China Arab TV. Last year, China's voice grew stronger in the world, and more are hoping to learn about China's stories. Much of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Chinese diplomats for their active work. Mr. Minister, what in your eyes is most fascinating and notable about China's stories in the new era,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tell engaging stories about China? What can foreign journalists do in communicating China's stories? 你是跳科布3那小伙子吧？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还得继续跳吗？你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这几年呀，外国驻华记者报道了很多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从神州家族太公竭力到奋斗者号极限深潜，从荒漠化治理到低碳生活，从杭州亚运会到贵州的村 BA， 你们向世界讲述亿万中国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感人故事，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借此机会啊，我要向为此做出努力的记者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中国故事可谓精彩纷呈，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是中国故事中最耀眼的主题。中国故事说到底是中国人民的故事，人民是中国故事的主角。14亿多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竭力奋斗，通过辛勤劳动追求幸福生活，这是中国故事当中最精彩的篇章。中国故事也是中国和世界相互成就的故事。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同各国的共同发展联系起来，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这是中国故事当中最宏大的叙事。你提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应当看到
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它是人类故事的重要的篇章。中国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要各国立足自身国情，自主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定能够绘就成百花齐放的世界现代化的新愿景。讲述中国故事的外国朋友、外国记者朋友在不断的增多。我看到一位外国记者，他是这样表示过：中国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地方。讲述中国故事，不只是他的一项工作，也是他终生的使命。我也注意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洋网红，因为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一起来讲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在此，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媒体朋友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王毅先生，谢谢大家，再见。Thank you. Friends from the media, this press conference now concludes. Thank you, Minister Wang, and thank you all.